之前介绍了吉姆狙击特装型，看到评论区有很多的兄弟在聊各个狙击吉姆型的设定，除了聊名字和差异的来历外，另外还说到的就是狙击吉姆2型的开发关系了。正好这台去年4月份收的再版狙击吉姆2型一直都没有开盒，而且早就有耳闻它的素质非常优秀，今天就来和大家边开箱边聊一聊这台狙击吉姆2型的机设。开盒后可以看到还带了号码牌的胶贴，不过这个玩意儿我肯定是不会用的。RGM79SP 狙击吉姆2型登场于高达0080口袋中的战争，鉴于 RGM79G 吉姆指挥官型的出色性能，月神2号方面决定以其为基础再开发一种更为优秀的 MS， 不仅加入了 GGS 系列的实战数据，还尝试解决了系列的泛用性问题。经过2个多星期的努力后，狙击吉姆2型便诞生了，这同时也是暂时开发的最后一款吉姆。但有趣的是，虽然叫做2型啊，但和狙击吉姆特装型其实关系不大，这俩几乎都是战争后期才投入使用的，这也几乎是没有时间做技术和数据上的反哺的。而且2型主要是以指挥官型为基础再设计的，而狙击特装型则是改造的产物，所以把它们看作是兄弟型号更合适。至于这个名字起的确实就很莫名其妙了，也确实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啊，更不知道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不过相比起其他的兄弟机，我觉得 G2 算是系列里面最帅的了。这台 Anime 的分色细节还原上也做的是相当的不错。设定中该机和特装型一样啊，全身上下都有全方位的提升，不仅动力炉升级到了和特装型一样的1390千瓦，和特装型一样也是加装了小腿后方的大型游标推进器，同时膝盖甲下方也是增加了姿态治愈用的格栅喷口。不过 G2 的喷口改进思路是来自于 79GS 的宇宙指挥官型，而且是从14个降为了8个，毕竟过多的喷口治愈会过于复杂。另外小腿甲的侧面镂空的圆圈应该是散热的结构，同样的镂空结构出现在手肘的装甲处，不过这里的刻画明显要细节更丰富一点。另外背包处可以看到啊，2门超大的主推进器旁边还安装了2门小的辅助推进器，而肩甲的红色部分也设置了姿态治愈喷口。大量的推进器搭载对燃料和散热的需求自然也会增加，所以可以看到 G2 的胸甲不仅比普通的吉姆还要大，散热口的细节也很多，而裙甲更是索性直接变大了好几圈啊。内部除了强制冷却系统以外，大部分的空间都给了燃料电池，大量的堆料也使得该型号的性能甚至超越了高达。不过该机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狙击用的护目镜，和特装型的那个完全就是防御用的头罩是不同的。G2 的护目镜内藏有精密射击用的雷射侦察器和电子光学式高倍率摄像机，即使不搭配枪身的传感器，狙击的精度也高得吓人啊！据说在1000公里的射程内只会出现几公分的误差，这种把附加瞄准镜安装到 MS 机体上的设计也是相当少见的。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散热的问题了，要保留机能之余还要防止热量向头部蔓延，最终决定设置能覆盖整个散热口的外罩零件，并在此处采用了可因需求而开闭的结构，也就是脸部下方的2个红色开口。不过实际的效果不佳啊，甚至有核熔炉失控的风险。此外，由于头部省去了火神炮结构，即使加装了护目镜升降机构后，内部的空间依旧是相当的充裕，因此可以充分配置各种传感器类的装置，比如增强锁敌和通信用的天线，增强的主动对物传感器等。但即使外挂很多啊，但还是依赖驾驶员的水平，所以剧中的表现疯狂的识别，也不知道这几位到底是怎么被配置到 G2 型的。由于是大战后期的机型，在武器装备的通用性上，几乎联邦制式的所有武器都能用，但可惜的是和特装型的配件量比起来啊，这个配件量确实是有一点寒酸了。当然作为300左右的通贩来说的话，还是很 OK 的。除了那把长城狙击光束步枪外，标志性的武装几乎都给了。首先是这个搭载在屁股后方的光束军刀，这里就是指挥官型的同款零件复用了。光束军刀看着很细啊，但功率能到 0.38 兆瓦，配合上优秀的机动性，白兵战的性能是非常的优秀的。接着是这面盾牌啊，虽然不是高达的那面方盾，但也并非特制型号，而是和指挥官型用的是同款盾牌，和其他的盾牌一样，也是支持手持和挂在小臂上的搭载方式的。不过除此之外呢，和指挥官型一样，也可以把盾牌通过连接件直接挂载到背后的背包上。另外盾牌内部还可以像这样把这把赌牛式的机枪给挂上去，这把机枪也是和指挥官型用的通用武装，0080一战中就是带着它出击的。该机枪不仅结构紧凑，而且采用了90毫米的新式弹药，可以轻易击穿吉翁 MS 的装甲，而且提手处采用了辅助瞄准镜，搭配上 G2 的射击精度，战力还是相当的恐怖的。另外背包处还有隐藏的挂载位垫，并且给了这个联邦火箭筒的通用挂架，只不过玩具内并没有给火箭筒啊，所以这里就没得展示了。
而背包的两边都有挂载位点的盖板，那这一边是可以换上这个连接件的，然后搭载上这把 G2 的传奇武装。没错，从造型上大家也能猜到了，这是一把 98K， 型号是 Friends EF 卡 98K。75毫米子弹的实弹狙击步枪，并且屁股后面也给了连接位点，可以挂载这把传奇武器。这种带有5发弹夹的狙击步枪，在1年战争末期被少量的制造。不过玩具里这把没有给三角形的支架，只给了枪身，并且8倍镜搭配 G2 的狙击用计算机，命中率奇高，精度和弹道性能都很优秀。而且实弹兵器不会受磁力和太阳风的影响，所以很适合超远程的狙击。不过更搞笑的是，这是一把栓动步枪。就算致敬也没必要做的这么彻底吧。最后配件给了5对手型，开掌、握剑、握枪、握盾的手型，都是常规的配置，没有太多可以说的点。还是来赶紧看一看这一次的可动表现吧。首先头部的可动是很差的，因为完全没有使用 Anime 高达和吉姆的设计，不管抬头还是低头都只有15度左右的范围，而左右的歪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基本就是不可动的。唯一正常的只有360度的头部旋转。胸部用回了这个缩胸前伸的设计，不过驾驶舱门的部分也会跟着向上提，可动的范围大概是15度左右吧，而肩胛本身也有15度左右的球关前伸。大臂的设计和吉姆没有什么区别，也是可以做到像这样的180度水平抬起，360度的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而大臂根部也能正常的做360度平转。不过曲肘的设计就很有意思了，用了一个小臂装甲内嵌，虽然只能弯曲135度左右啊，但手腕这里还有一个关节是可以这样做到向上翻转90度的，这个可动我就很喜欢了，不仅能让曲肘的角度变得更自然，而且也能大幅增加腕部可动。腰部和老吉姆完全做死的可动不同啊，驾驶舱门可以缩进腹部，做到30度左右的弯腰，这个设计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呀。不过挺胸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动了，而腰部的左右侧摆幅度也是很微小的，大概只有15度左右。腰部的正常360度平转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裙架方面，前裙架可以随便上抬，没有什么干涉，但是侧裙架就只能展开60度左右了，而后裙架则是完全不可动的。大腿根部设置了经典的前伸下拉关节，算是 R 魂的经典设计了，而前踢的幅度可以达到135度左右，非常的离谱。通过下拉关节的让位，后踢也能超过60度，也是非常的优秀。不过侧踢就不太行了，只有60度左右的范围，原因是它用的是非常古老的插桩球关设计，桩位不够长，影响了侧踢，还使得平转只有前后30度左右。不懂这里怎么突然这么拉垮，反而是这个屈膝啊，非常漂亮的3段式180度折叠，这个露出来的膝盖部分还有细节处理，真的超级好看。脚踝夹采用了现代化的单连接球关设计，而脚掌的左右转动则是会被脚踝夹给限制，只有30度不到。脚踝内侧做了拉伸关节，可以这样前伸60度以上的范围，向后垫脚就只有30度左右的幅度了。另外脚掌是有2段的，前脚掌有30度左右的上抬。不过最让我疑惑的地方来了，这个接地向内只有30度，但是向外则非常离谱的能达到接近90度，主要还是因为脚踝甲这里的干涉，我非常严肃的认为这2个脚是被工厂大妈给装反了，还好里面是球关连接，那我直接给它拔了对调一下，反正也看不出来。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机设交流的全部内容了。这台狙击吉姆2型虽然是19年的老模，但是做的是真的不错，很好玩，而且还是通贩，300左右的定价，不错的素质，对于狙击型很喜欢的玩家，我觉得是不能错过的。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赞投币关注我哦。